你如果需要大量切菜的人，这个声音你听起来就是不一样了。你再怎么用力就是这样子。你是处理海鲜类的人，你非常的怕那个海鲜味道会进到砧板里面去，或是你要处理生鱼片的话呢，你不喜欢那个木头被削起来，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刀痕的话呢，这个就很好。那这块砧板我觉得它很棒，就是它的防滑性很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粉末钢的刀子，我非常推荐你去买橡胶砧板。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欢迎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今天我们继续讲砧板。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另外一款砧板。我们上次有讨论过这些木头的砧板啊，木头砧板它就是有它一定的限制性。好的木头砧板可能很贵，然后又可能会太硬，有可能不符合你的使用需求，各种的，很麻烦。木头砧板有时候选起来真的很麻烦。当然，我会希望大家家里面至少有2块砧板啊，就是你有一块就是切熟的，一块切生的，至少这样2块砧板会比较卫生，比较安全。其实专业厨房的话，你砧板其实就要买很多个，你就要分切生食的啊，然后要煮熟的啊，肉的啊，鱼的啊，海鲜的，然后生鱼片的跟生菜最好都是分开来。对，那最好切水果也是分开来，所以其实你会需要很多块砧板。那种砧板呢，通常都会用颜色来分，就是会有不同的 PE 的或者 PVC 的砧板，不同的颜色，什么红色、蓝色啊、绿色啊、白色啊、黑色这些的，会做不同的运用。我今天不打算讲 PVC 或 PE 砧板，因为它其实在大家都很熟了，就是餐厅会用的，就是一般的加工厂餐厅都会用的。然后通常大家会买白色，然后就是想办法把它刷到变白，或者泡漂白水，这样你会知道它有没有脏。那种砧板都很容易会有刀痕会砍在里面。对，久了就是容易在那些痕迹里面会发霉什么的，那你就要去磨。可是磨的话，它上面那些止滑的颗粒又会不见。对，所以那种砧板都用到很烂、很恶心之后，就换一块新的啦。对，人造材质的砧板，就是人造合成材质的砧板，其实有很多种。对，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是橡胶砧板，朝日的橡胶砧板。橡胶砧板其实是我蛮喜欢用的一种材质，然后因为橡胶砧板它你在切的时候啊，它一样会有刀痕，毕竟它是软的，它其实很软，毕竟它还是会有刀痕会砍进去。如果你刀子够力，一定会有刀痕。可是它的好处是它切进去之后呢，它的刀子的痕迹，因为橡胶是有弹性，它会合起来。就譬如说你被切了一个缝，然后你刀子回去之后，它就会被合起来这样子。对，所以它比较不容易藏污纳垢，然后那个刀痕也不会那么明显，因为它是有弹性的。然后朝日的这块砧板，其实我非常的推，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切感很像木头，对，它很像软的木头，很像杉木这些的，它切起来感觉很好，然后它自己本身是没有味道的。这块是朝日的比较属于专业的啦，专业型的，就是不是最大块，可是它是专业型的一个砧板。那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他也是用这一块朝日的砧板在他们店里面去使用。对，不过他们是比较厚、比较大的一块那个版本这样。那台湾有的买的版本好像没有很多种。朝日这个橡胶砧板，它的特色就是它里面是有掺木屑的，它是木屑加上橡胶一起去混合之后来去做成的一块砧板。那这块砧板我觉得它很棒，就是它的防滑性很好，对，它防滑性非常的好。这块砧板我真的很喜欢是它的防滑性，对，它的这个东西摆在上面，它不太会动。很难动。那如果像这种木头砧板，像这个放了推就是滑，推就是滑，这个不会，这个要很用力推，你砧板都推动了，它还在这边。它止滑性我觉得非常棒，所以你在切生鱼片这种很软的食材的时候呢，它不会跟着你的砧板一起走，它不会就在砧板上面滑动，然后你就一直觉得你在锯东西，就会把生鱼片切得很惨。对，然后它切这些硬的东西啊。其实也都很好，就是因为硬的东西你一定会过度的施力，对，你通常会刀子不利，你就会过度施力。我刀子很利，不好意思，反正你太用力了，就是会敲到砧板。对，那这种橡胶砧板它就是很有弹性，所以它就会保护你的刀子。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粉末钢的刀子，我非常推荐你去买橡胶砧板，因为它非常可以保护你的刀子。很舒服，就是这样子，很舒服。对，就算有声音也是。就是很舒服的声音，这样子。重点是呢，它又不会说太软，就是整个陷进去，它会有点反馈感觉。对，它是会给你一些反作用力，让你去感觉你的食材切下去的实感。虽然它是有弹性，它不会陷进去，所以你的刀子不太会吃到砧板里面去，就是吃到也是一点点这样子。那这就是朝日的橡胶砧板，我觉得很棒的地方。可是它也有一些缺点，它的缺点就是它非常的不耐热。对，橡胶的材质嘛，我们都知道它是不能加热的。朝日的橡胶砧板虽然它是可以用热水去清洗的，
可是你不能去丢洗碗机，它不能长时间，你可以倒热水上然后把它擦干，这样子一下下它是 OK 的，这样一下下它是可以承受的。可是如果你拿去洗碗机里面洗呢，一直在70、80度里面洗个2-3分钟，然后再拿出来，它就很可能会变形，它不会立刻变形，可是久了一定会变形。然后它也怕火，对，然后你当然也不能把就是很热的锅子放在上面，不会像这种木头的，你觉得放在上面就算，它黑掉就算了，对不对？那不会太影响到它的功能。可是这个会，招式橡胶砧板，我觉得它就是很需要细心呵护，就是它也很细心呵护你的刀子跟你的手，对。可是它也相对的需要细心呵护，就是这种在切的时候啊，其实它会吸收一定的你的力量，对，你会知道你刀子已经切到底，就算我今天比较粗暴一点，你还是不会觉得说你的肩膀啊什么的反馈的力量会很大，手腕受到的伤害也不会很严重。就久了之后啊，像这种很硬的木头的话，你去切就是会比较痛苦一点。对，你切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声音，除非你像我这样就是可以如果你这样子去切的话，不利的刀子相对不利刀子去切的话呢，就会很悲剧。所以这种木头砧板硬的，你就是要很小心去使用它。那像这种朝日的橡胶砧板呢，你就相对不需要这么的小心翼翼的去处理它，去使用它。然后这块朝日的橡胶砧板，我觉得很棒的一部分就是它是可以打磨的，对，它可以被我制造出一些刀痕来，对，会有一些刀痕，惨惨的刀痕。那这些刀痕呢怎么办？是可以处理的。你可以拿砂纸直接去磨，你可以拿磨木头的东西去磨。你拿块砂纸垫一块砖块或者垫一块木头，去直接这样子磨就可以。这是虾印的砧板刷，你就直接去磨，对，变跟新的一样，对，跟刚刚新的一模一样，刀痕都不见了。我们来直接做一个残酷一点的，我这边刮给你看。好，这边我们一镜到底，先用粗的这一面。好了，已经看不见咯，对不对？已经不见了。然后细的这面再磨一下。OK， 你看磨下来的东西都在上面。所以它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大磨，因为用久一定会有一个你常使用的地方一定会凹啦。对，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去打磨它，就变成一块新的砧板，非常非常的棒。再来一个它很不错的地方，我觉得就是它的隔水性，它不会吸水。它如果碰到水的话，它会有一点点在上面，它也会吃一点点的油跟水在表面，可是它不会整个吸到里面去，不会像木头砧板会整个吸进去。那像这种木头砧板，它有个缺点就是它会吸味道。如果它吸味道之后呢，你就要花很多的漂白水，用很多的洗洁剂去洗它。对，要不然你就是要把它整个刨掉。可是通常味道进去了就是没救了。对，所以我们常常会吃到一些餐厅的水果会有砧板味。对，就是那个东西，就是它可能拿来切鱼切什么，它没有洗干净，所以它就会臭。那块砧板基本上就废了，你就要去泡漂白水。可是泡漂白水也不一定有救，就是了。那这块砧板它不会吸水，它会吸一点点，可是它不会很吸。我们来试试看。然后就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水就是在这边，它也不太会有吸进去的状态，对，它就这样子。然后其实你把它剥了就剥掉了，对，你看它水是可以推得动的，对，它是会吸一点。你看它这边的确就湿了，毕竟它是有木屑在里面，它是橡胶，它有木屑。可是它吸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吸这一块，它不会整个吸进去。你看它就是表面会吸一点点进去，它不太容易吸到很进去。等于说就是它砧板的一个毛细孔。它会有一点毛细孔，可是它毛细孔不是深入到里面去的，它会吸，可是就是这样子了，它不会吸到更进去。然后其实你仔细看的话，你会看到它的木屑，我可以看到说它是有一些木屑在里面，可以看到木屑跟橡胶在一起。那不会吸水有什么好处？就是不会吸味道，这是好处之一。再来就是它容易晾干，比较不容易发霉。基本上你只要把它立起来风干呐，把它这样立起来风干，基本上就是会干。你看它现在干得很快啊，我们刚刚这边水，现在干得很快，一下就干了。你看一下颜色就已经变了，对，就是它不吸水的证明。可是木头砧板的话，你要很久它才会干。这个朝日的砧板呢，它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细菌不容易去生长它的纤维里面，它其实是有加抑菌剂的，所以它会相对很多砧板，像什么 PE 啊、PVC， 就很多那种业务用的砧板，就是用到整个黑黑灰灰，很恶心，明明就白色已经变黑色这样子。很多工作环境，大家的习惯并不是这么好，或是它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清洁这样子。
那这个它有加抑菌剂，即使在它比较恶劣、比较湿热的环境，它也比较不容易发霉。因为像台湾，如果说不要说台湾啊，其实厨房里面就是很湿热啊。如果你摆在那边，然后一阵子，的确是很容易发霉的。那这个比较不会，所以它基本上这个安全卫生部分它有考量到，所以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我习惯比较好也是有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好习惯是一定要有啊。可是有加这抑菌剂，的确还是会有多一层的保障。因为有时候你已经有生菌在上面了，可是其实你看不出来。通常有细菌你用闻就知道，闻就知道有没有臭。这件事情很明显，那所以它就是可以让水在上面待一下，可是它不会把水吸进去，然后风干得很快，除非你真的就是把它放在水槽旁边，让它一直被喷到水啊，不然它基本上是不会去吸水到发霉这样子，它发霉的几率真的是低到一个爆炸其实这块砧板也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砧板之一。那燥热砧板它有什么缺点吗？应该就是它不耐热。非常非常不耐热，超级不耐热。那就是如果你是餐厅的话，你就会很concern说它能不能进洗碗机这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懒，对，可是一块砧板而已啊，你用手洗吧，对，洗一洗，顺便拿那个刷子把它刷一刷。如果说它不会藏污纳垢，不需要杀菌的话，其实你真的丢洗碗机意义不大嘛，对不对？最好是你用完就洗，用完就洗了，这是习惯问题啊，用完就洗吧。然后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它贵，朝日的砧板，台湾的售价的确是没有很亲民的。对，因为它就是好，老实说它就是好，它就是可以打磨这些，然后蛮耐用的，你轻轻刨掉一层又可以立刻用。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砧板，因为像我的操作环境其实也不太需要说会在火源旁边或是要进洗碗机这样，我现在没有洗碗机了，对，我痛苦，反正我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就是它在使用上面，在家里面使用上面就是贵了一点，可是它你要想说你就从此不会吃到臭臭的砧板，这件事情很重要。对，我很讨厌臭臭的砧板，常常去一些什么厨艺教室或者是那种什么共享厨房，那个砧板真的是很悲剧，我每次都自己带砧板去。朝日砧板它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很重，这一块就超级重。对，这一块大概这块没有比它小多少，对，重。这块我可以这样拿，2根手头就拎得起来，这样子。很费力，对，你在拿的时候就很费，是另外一个缺点了。那除了这些缺点之后，我觉得它真的没什么坏的地方。我觉得它就是这些缺点啊，其实都还好。对，然后要细心客户，其实也没有多细心啊，我也没有很认真细心客户它，就是照用这样子。那我觉得它最适合的场所就是拿来你会需要大量切菜的人，对你如果需要大量切菜的人，这个声音你听起来就是不一样。对你再怎么用力就是这样子。对，再就是你是处理海鲜类的人，对海鲜类的人，你非常的怕那个海鲜味道会进到砧板里面去，或是你要处理生鱼片的话呢，你常常会这样子切。你这样子的切法呢，就像我们刚刚会很容易把一块木头削起来，如果你刀子很利的话，你不喜欢那个木头被削起来，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刀痕的话呢，这个就很好。然后其实我修肉也都是用它，因为它不会滑，它肉不会在上面滑。它肉的话就上面切了它拉动的时候，它肉都是卡在砧板上面，它不会动。就这样，你有看到？它不太会动的、啊，这样不太会动的、啊。那朝日砧板我会把购买链接放在底下的资讯栏里面，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点进去看看。那不便宜啊，可是真的好用，真的用过的人都知道的，这边很多人都用过，用过的人都知道，我个人蛮喜欢的。那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里面有很多人可以跟你一起讨论砧板这件事情，还有当然不止砧板这件事情啊，还有很多有关刀具啊、煮饭啊，还有各种的屁话。对，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 LINE 社群。那我们所有的线下活动也都会在 LINE 社群里面公布呢，像比如说磨刀课啊、切菜课，所有的线下活动我们都会优先在那边公布，跟大家讨论这样子。那大家有什么想法和问题的话呢，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啊，或者是到我们的 LINE 社群跟我们一起讨论。那做影片不容易啊，欢迎大家抖内订阅、分享、按赞这样。那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